天呢，我们在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特拉维夫旁边的老雅法。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去庆祝妈妈的生日。答对了，耶！所以今天要带大家，不是，今天我要带妈妈吃大餐，带大家看我带妈妈吃大餐。那这边过去呢是老雅法，我们现在就要往这个方向走。那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那个英国时期的一个塔楼，当时的人都没有手表嘛，所以就有一个塔楼上面就有时钟。那现在以色列还在战争中嘛，那雅法就是在特拉维夫的旁边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从加萨，然后有火箭炮射过来，然后防空警报就会响，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样找地方去躲起来。但你现在会看到就是居民他们也都是正常的生活啊，然后正常的干嘛干嘛，所以不会觉得好像有危险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是一样跟战争之前那样，有一种悠闲的感觉，因为就看到这些古建筑啊，然后商店啊、餐厅啊，然后等一下又会看到海边，所以就是有一种比较就是休闲的感觉，跟耶路撒冷不一样。那在那个地方呢，平常会有跳蚤市场，我之前有做过一集影片，可以点这里来看哦。一般来说啊，在以色列吃一个沙威玛是要40块 shekels， 和台币大概就是350、360。那如果你要坐在餐厅里面吃的话，那种价位就会更高了。就是以色列的物价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就是全世界不是有一种什么麦当劳的大麦克的那个比价吗？然后就会排出来说，哎，哪个城市的物价是最高的，然后就拿大麦克来比较。那以色列这边大麦克也就是一份就是500-600块台币这样，蛮贵的。这个房子好漂亮。雅法跟特拉维夫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这里有很多艺术家开的一个小店，所以如果你们有空的话，在这里就是穿梭，然后逛街、探索，会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。那老雅法呢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，它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海港之一。那它的年代呢？你看，你可以追到就是法老的时期，大概是西元前13世纪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就有挖到这个就是法老时期埃及留下来的一个铭文。那这个是复制品啦，这个称为拉姆西之门，年代就是在西元前12世纪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拉姆西2世呢，就是号称那个不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那个硬心的法老王啊，但是是错的，对。那有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埃及要攻打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，他们肯定要沿着这个路线。就我的记忆啦，就是那个埃及尼哥王。他要去攻打亚述的时候，就是被约西亚在哪里拦截？就是在那个耶斯列平原的时候，他去阻挡他，所以那个尼哥他跟他说：“我去攻打亚述，难道没有神的意思吗？你还是别挡我吧。”但是他就非挡不可。那在我妈后面的那个呢，就是特拉维夫。老雅法跟特拉维夫的年纪差大概3000岁而已吧。你本来要说多少？20岁。那其实老雅法对基督徒还有2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，我们吃完大餐以后再跟大家分享。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一个很奇怪的树，就是那个树啊，它是悬空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鄂图曼土耳其时期开始，犹太人他们就陆续的回到当时称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。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能够买到的地都是比较烂的沙地，那有什么用途呢？所以他们就尝试种橙子，雅法城的橙子就变得很有名，然后就是从雅法这个地方出口，然后到欧洲去。所以这个艺术品呢，就是在纪念他们过去出产了雅法橙。
雅法是艺术家的城市，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，就是已经有艺术家在做跟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进行大屠杀的相关的创作。这是音乐季逃跑的年轻人，然后哇，被射杀这样子。这是另一个艺术家的创作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艺术博物馆可以参观。这个商店做的是也门的艺术。前面呢就是地中海，也许我们等一下会到海的附近。那我妈妈刚刚问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为雅法为了要促进观光，所以就把12星座的东西就是会放在巷弄里面。阿哈巴，那在阿哈巴这家店旁边这条巷子走到底，就是那群人现在站的那个位置呢，是号称俏皮匠西门彼得的家。这就是刚才那家博物馆，它还送鸟。好可爱的艺术装置。以色列有时候就很奇怪，刚刚我们好好都是斜坡，然后走一走就变成阶梯。我们到了餐厅的附近喽，在前面。我妈刚刚就是跟我说，我们上次吃45块，然后就想说什么上次哪里有吃45块，然后终于搞懂了，就是我们去阿卡，不是雅法，是阿卡那个地方，然后有吃一个很便宜的餐厅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点那边。但是那一天呢，不是庆祝生日，所以是吃45块的。今天我们吃大餐，是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我还来不及拍空桌子，20道免费的小菜就已经上来了。哇！还没完，还有。好，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到底有哪些小菜。这个呢是包心菜，然后这个也是包心菜，然后都是腌制的。然后这个是芝麻酱的什么东西，然后这是生菜，然后这是茄子。红萝卜，然后甜菜根，然后这是烤茄子，然后这是蛋的什么东西，然后这是另外一种腌制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某种沙拉酱的东西，然后这是酪梨酱，然后这是番茄的酱，然后这也是番茄跟茴香，然后这是西洋芹，然后玉米的东西跟又是番茄的东西，然后呢大盘的是烤花椰菜跟炸鹰嘴豆球。鹰嘴豆泥，然后还有这个番茄酱的什么东西，还是 potato。然后这面包很特别哦，这个是牛膝草的香料，再加上橄榄油，然后就放在面包上，然后去烤，非常好吃的一种面包。我们吃着，然后想起来要问以色列人有没有那个婴儿椅，然后他就跟你说有。所以奇怪的就是，如果有的话，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我们？所以在以色列呢，就是有问才有，他不会主动提供啦。你要介绍一下饮料吗？然后呢，这是薄荷柠檬汁。这是茄子。哈哈哈！我的大螃蟹来了。然后这是妈妈的，这是我的。好吃吗？好大一块啊！300克哎！我已经吃到快要睡着了。他给的螃蟹很有诚意，所以就一直在做那个剥虾壳、蟹壳，然后吃蟹肉的动作，然后就很慢啊，然后海风吹过来又很舒服，就很想睡觉。然后这个呢，在我想象中它是大鱿鱼，是我吃不完的鱿鱼，但它实际上呢是马铃薯。开心的一天，祝我妈妈生日快乐！我吃了45分钟，终于吃完了。然后我妈说，这边有好多安居乐业的阿拉伯人都在吃饭，他们很快乐。他们很快乐。
他在找钱包，他说这餐他来付就好。快乐的甜点，看不快乐的菜单啊，不是菜单，账单。我们吃得很开心，但是我们被螃蟹耽误了，忘记做一个家庭合照。就妈妈生日P 图吧？对，就没有拍照。我们前面有一条鱼，它正在偷笑。这条鱼呢，它就是纪念亚法港，就是当年圣经里面的约拿 Jonah， 他就是不想要去尼尼微，然后就从亚法港就逃跑，所以这条鱼呢，然后约拿后来被鱼吃掉。那圣经只有说是大鱼，没有说金鱼，但就是纪念一下。那这边的店呢，我就觉得蛮有特色的，以后你们有机会来的时候也可以过来。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我妈一直在照相。我们很久以前第一次来以色列的时候啊，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去特拉维夫，但是特拉维夫的亚法，我们就特别想要来，就是因为2个理由，一个就是约拿从这里逃跑嘛，然后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里就是福音传出去的地方，因为俏皮匠西门接待了彼得，然后彼得就是神就跟他说，就是不是你觉得看得起来不洁净的东西，就是真的不洁净，是神看为洁净的人就不能够说他不洁净。意思就是说，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，福音可以跨过他们自己分别为圣的民族，把这个福音带到另外一个族群里面，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救赎救恩的计划里面的一个时间 timing， 那现在时间到了，所以神要彼得把福音带到外邦人里面，讲得真好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是这个福音从迦南从以色列出发向海外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。那从耶路撒冷来到亚法的话，就是有1日票可以用，你们就买就是75公里，然后包含火车的。如果你要搭火车，但我建议搭火车啦，因为会比较舒服。那所以就是你如果是在亚法住，你可以当日来回耶路撒冷这样玩，或者是在耶路撒冷住，然后1天来回亚法和特拉维夫。那如果你们想要就是纸本的攻略的话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有出一本以色列旅行工具书，在台湾各大书房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如果是要电子版的话，在网络上也买得到。OK， 就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